家好，这里是刚熬了个通宵的星辰。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已经出炉，大家都知道了吧？大声告诉我谁赢了？本次大选可谓奇招尽出，火力全开，高潮迭起乐子不断。选票造假，投票箱意外掉落，更有民调显示40%美国选民担心大选后有人试图暴力推翻结果而不安，包括前总统、好莱坞明星、政商大佬下场站台，连美国总统中最高寿的长者刚刚度过100岁华诞的美至圣仁宗德皇帝吉米·卡特也吊着一口气提前投给了哈里斯。虽然卡特放弃治疗，临终关怀了快2年，但他儿子曾深情地向媒体转述老爹最后的心愿，他非常想活下去，最期待的就是投票给哈里斯。对此，哈哈姐笑出了声。If Jimmy Carter can vote early, you can too. 黑人大统领奥巴马也驾临匹兹堡，双手插兜训斥黑人选民投票积极性太低，就是还没接受女总统这件事儿。颇有班主任虚空所敌，骂全班的既视感。与此同时，压住特朗普的马斯克在摇摆州整出了100万大抽奖的狠活，国会老爷还没讨论出是否违宪，那边红脖子的票已经投得嘎嘎冒烟了。咱们今天来聊聊这场史上最烧钱的美国大选的5大特殊之处。经常当总统的都知道，美国总统选举有2大著名不等式，大力推崇直接选举不等于总统要直选，赢得更多选民支持不等于赢得更多选票。俩词儿概括美式特色的选举人团和赢者通吃。简单说星辰和麻薯2位总统候选人呢，民众要先在州内 PK 选出代表该州支持任意总统的选举人。假如 A、B、C 州内星辰得票多于麻薯，哪怕只多0.1%，这些州的选举人团也会在大选日将所有票投给星辰，这叫赢者通吃。这也是为啥2016年董王比希拉里少了近300万张选票，依旧凭借更多选举人票胜出。另外呢，各州的选举人票数也不同，等于该州国会参议员人数加由人口数量决定的国会众议院人数。别急，还有呢，由于各州对堕胎禁枪等政策不同，导致同样立场的人逐渐聚集到适合自己政策的州。比如德州没有许可证也能带枪外出，但加州公共场所禁枪，你想拥有枪支自由，自然要搬去德州。政策移民导致当下美国50个州中一大半要么是共和党的铁杆红州，要么是民主党的忠诚蓝州。有没有意外呢？有，比如卡特1980年竞选连任时，由于伊朗人质危机丢尽霸主的脸面，兰州纷纷反水投里根，出现了万里江山一片红的盛况。总之选举人票538张，拿下270张就是总统，但各州选举人票不同，这是个数字游戏。同样选举程序存在差异，这又是个法律游戏，所以双方势均力敌的摇摆州就成了大选的关键少数，素有得摇摆州得白宫。怎么说呢？说大选是2个美国的对决，有点哗众取宠，但绝对比动物世界的猴王争霸刺激10月24日，摇摆州之一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油箱在凌晨1点半被人纵火，纵火犯被当场逮捕，但他坚决表示只想烧油桶，不想烧选票，这么做就是要吃牢饭。好在这次烧的不算严重，初步统计只有20张邮寄选票被毁。4天后的凌晨，华盛顿州的温哥华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也火了，2个投票箱被人为投放了燃烧装置。好消息是，投票箱都配备了灭火系统和视频监控。俄勒冈州灭火及时，仅3张选票受损。坏消息是，华盛顿州投票箱的灭火系统意外失灵导致约470多张选票被毁。不仅如此，早在10月8日，温哥华就出现过投票箱就被纵火。据警方调查，这3起纵火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对了，堂堂总统大选的投票箱长这样被点了的邮箱长这样，安全性堪比路边烧烤摊虽然投票热度高涨，好在选票运输比快递还随意。10月29日晚，不养闲人的佛罗里达一开车群众突然发现前方卡车上掉下俩不明物，下车捡起一看，全是好东西装着总统选票的密封箱，随即立即上交警察。第二天当地选举部门出来辟谣这是工作人员忘锁车门导致的人为失误，负责人已被立即解雇。
同一天，科罗拉多州的投票系统密码还被发现发布在了政府网站。随后，政府发言人出面解释，投票系统需要2组密码才能访问，被公开的只有其中1组。与此同时，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的官员还表示，选举工作人员发现大约2500份选民登记表可能存在欺诈，包括但不限于用假名、伪造签名、错误地址，目前正在调查。至于肯塔基州的投票机点击懂王自动跳转哈里斯，密歇根州出现了一张选民 ID 可以投29次票的 bug， 俄亥俄州更特殊啊，6名没有投票权的绿卡持有者非法投票，其中之一还死了2年，主打一个花样繁多呀。当然了，问题再多至少还能投票。阿拉斯加的原住民要考虑的就多了，由于电话不通，交通不便，当地市长联系不上州长，投票系统怎么开不知道，怎么维护不清楚，连选举法官都辞职了。你看看外面哪还有投票站啊？你想投啊，我还想投呢。按说呀，搞出这么多幺蛾子，按照阿美利卡的正常剧本，此时应该由美国驻美大使馆发出警告。鉴于美国选举出现违规，美国将不承认美国大选的结果，呼吁国际观察员介入彻查，尊重法治，解决选举过程中的缺陷，以便重新回到民主轨道。如果美国政府不改变方向，美国将不排除进一步的后果。然后就该是抗议、游行、打砸抢。唯一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驻美大使馆这玩意儿。好消息，2024年美国大选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好笑的大选，这全得感谢哈里斯。当被问怎么安置乌克兰难民时，他在笑。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接受采访被问竞选政策时，他还在笑。No. 对着自己选民演讲时，他更在笑啊。甚至一个人在台上不由自主的狂笑。谁当总统我不知道，但今年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哈哈姐。同时，2024年大选依然是烧钱魔窟。根据 eMarketer 的数据，2020年美国大选的广告支出为95.7亿美元，而在今年，这一数字已经大涨到破纪录的123亿美元，成为美国至今最昂贵的选举。在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APP 光速跳转某宝时，美国选民也正面临洪水般的政治广告冲击，报纸、网络、电视、短信、广告牌一起发力。以竞争最激烈的宾夕法尼亚州为例，创下了3小时播放22个广告的记录，8个支持哈里斯或反对特朗普，6个是反对哈里斯或支持特朗普，还有8个是媒体的民意调查广告，甚至广告还能从抨击哈里斯无缝切换到赞美哈里斯。广告钱从哪儿来呢？答：捐赠。10月，比尔盖茨通过非盈利机构为哈里斯捐款5000万美刀。索罗斯旗下的民主政治行动委员会也为哈里斯捐赠了至少1560万美元。还有领英联合创始人霍夫曼、黑石集团总裁格雷等等，图啥呢？图利呗。亿万富豪及知名投资人马克·库班出席支持哈里斯竞选集会上表态，如果哈里斯继续增加美国富人的未实现收益征税，就取消所有资金支持，保证让他选不上。董王这边幕后金主也不在少数，最闪耀的马斯克至今已为竞选花了超1亿美元。董王承诺当选后将成立政府效率委员会，由马斯克领导。原来天天审查马斯克的政府机构之后将反过来被马斯克审查了。值得一提的是，董王的国务卿曾是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董事长，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戴利历任摩根大通董事、富国银行副总裁，小布什时期的财政部长保尔森曾担任高盛 CEO。福布斯新闻将2024年大选形容为亿万富翁之战，他如此评价道：美国超级富豪正花费数十亿美元压住下一位白宫主人，以便他未来的政策版图能符合自己的利益。2位总统候选人也是极具话题度，一个是 Make America 和消毒液下台的上届总统，一个是没啥存在感的现任副总统，基本是左边高呼 MAGA， 右边自信哈哈。董王的竞选纲领包括老3样：减税、加关税、限制移民、支持新能源和加密货币。哈哈姐同样也是老 N 样环保、自由、反堕胎、多元化，也有更抽象的，比如他支持儿童不用家长同意自由变性，还要给 LGBT 发证明，让男子变性后可以参加女子奥运会。
虽然自己没新意，好在帮手很给力啊！我查了下，目前下场拉票的美国名人纵横体育、商业、演艺三界，尤其是哈里斯背后可谓群英荟萃，包括前加州州长兼好莱坞硬汉施瓦辛格、好莱坞性感天后杰西卡·阿尔巴，以及有着人形印钞机之称的当红歌手梅梅，甚至复仇者联盟的一众主演也集结为哈里斯拉票。但呢，有时候帮手太多也有坏处。抛开奥巴马总统当惯了，没法弯腰跟黑哥们装亲民，连接近隐身的现总统拜登也在全心全意破坏是帮助哈里斯竞选。原本10月27日的特朗普纽约集会上出场助阵的喜剧演员用漂浮的垃圾岛形容波多黎各，导致舆论哗然。更严重的是，整个美国有近500万波多黎各人，并且大多聚集在摇摆州。2天后，税王就出面解决了这一难题。怎么解决的呢？在一场直播会议上，税王脱口而出 ：Puerto Rico, where I'm in my home state of Delaware, they're good, decent, honorable people. The only garbage I see floating out there is his supporters. 不巧的是，他口中的垃圾在美国占了40%以上。哈里斯心里是一边怒骂猪队友，一边光速切割。我强烈反对基于选民投票给谁做出的任何批评。随后董王一身环卫工装扮，开着垃圾车参加活动，节目效果直接拉满。也对呀，儿子进去了，总统大卫眼看要没，前段时间呢还被逼宫，化身钮钴路灯给民主党拉坨大的也合理。政策抽象反向拉票，你就说怪不怪？此处我有一联，上联一把大火尽作古，大展选票政治民主；下联两边隔空脏话头，凸显资本主义自由。2024年大选的最后几周，董王曾多次强调内部敌人正在毁掉国家。10月13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董王再度提出希望选举日动用军队处理所谓的内部敌人。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如果特朗普输掉大选，我就完了。同时，哈里斯则多次将特朗普描绘为民主的威胁。9月底，国防部末更新了一项代号为 5240.01 的指令文件。虽然五角大楼极力否认，但这份指令在大选前为军队对平民使用武力打开大门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11月1日，华盛顿州州长宣布启动国民警卫队，以防止大选期间可能发生的暴力或骚乱。整个2024年选举中，无数大佬以身入局，争相站队。这是一场传统白人对抗移民，保守派对抗 LGBT， 守旧派政治门阀对抗新兴科技贵族的战争。2020年 MAGA 冲击国会山历历在目。2022年，董王被起诉，开了清算前总统的先河。两党对抗的烈度在显著扩大化，无论谁上台，都极可能掀起美国历史上的一场巨大的政治波澜。